大家好，我是关止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世界上神秘失踪的2个未解之谜。这些未解之谜，有些人猜测是外星人在作怪，还有人说是时空隧道不小心打开了，更有人指证这一切只是一个故事。至于真假，这个说什么的都有，还无处探寻，大家就当故事听一听就好了。这第一个霍迪斯失踪事件，这个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荒唐的几个神秘事件了。它发生在1969年7月25日。那天早上，霍迪斯发现没有面包了，于是就离开了家，出门想买一条面包。但当他买完面包，穿过一条小巷后，周围瞬间变了一个模样，这让他心中有些惶恐。他慌忙逃跑回了家，可敲开门后，给他开门的却是一个陌生人。霍迪斯立刻警惕了起来：“你是谁？你怎么会在我家？我的妻子呢？”这3连问一下就把开门的人给问晕了。他疑惑道：“这里是我家，你又是谁？”后来这里的争吵声惊动了周围的邻居，霍迪斯的出现也是让周围的邻居吃了一惊。邻居有些不敢确信的疑惑道：“你是霍迪斯？”“对，我是霍迪斯，我们认识吗？”邻居惊呼了一声：“天啊，你怎么会是霍迪斯？他已经失踪40多年了。”再后来用了几个小时，众人才渐渐说服霍迪斯，但霍迪斯依旧有些不敢相信，因为据霍迪斯自己说，他并没有感觉自己失踪，只是自己像往常一样步行出门去买面包，感觉仅仅过了不到20分钟。然而当自己买面包回来时，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他的房子不再是他的房子，他的妻子也已经改嫁，甚至周围熟悉的邻居都已经变成了老人。这件事可以说在当时轰动了整个美国，很多人都诧异霍迪斯到底是怎么失踪的，甚至很多人猜测霍迪斯有可能走进了时空隧道。10几分钟的步行路程，却走完了整整44年，大半个人生。因为霍迪斯根本就没有变老，并且他再次出现时所穿的衣服确实是40多年前的款式。他甚至还带着一条面包回到了家，而这条面包确实是40多年前的款式和配方，现在早就没人卖了。当然了，有人相信就有人不信，他们认为霍迪斯精神有些问题，但经过检查，霍迪斯并没有病，他的身体很健康，甚至警方也曾多次对他进行过心理催眠，但都没有获得任何有用的信息。盖拉尔德·毕达尔失踪事件，这件事发生在1968年6月1号的夜里，在南美阿根廷的首都，2辆汽车正在道路上正常的行驶，他们要去150公里外的买普市，但在经过南美最大的谷仓道路时，由于毕达尔夫妇的汽车发动机出现了毛病，所以速度慢慢降了下来，这也让2辆轿车的距离越拉越远。当前面的车子临近买普市郊时，夫妇2人回顾后方，只见浓雾弥漫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们以为毕达尔夫妇开得太慢掉队了，于是决定停下来等他们一会儿。可他们在那里等了1小时，却始终没有见到车的身影，这让他们有些担心了，以为毕达尔夫妇出了什么意外，于是决定掉头寻找2人。但他们走了一路，却没有见到任何停在路边的车辆，甚至连出故障或破损的汽车碎片都没有。就这样，毕达尔夫妇在路上就突然消失了。在天亮后，他们依旧没能找到毕达尔夫妇，于是他们决定报警，并发动了亲朋好友在这一段路上来回寻找，但也依旧没能找到毕达尔夫妇。就在众人以为夫妇俩凶多吉少的时候，他们竟然接到了一个墨西哥打来的长途电话。电话的内容是这样说的：“我们是墨西哥的阿根廷领事馆，有一对自称是毕达尔律师的夫妇正在我们的保护之下，你们认识他吗？”接到电话后，大家很奇怪，有些将信将疑，因为他们这里距离墨西哥直线的距离都在6000公里以上，那么夫妇2人是如何过去的？于是他们要求和毕达尔本人通话。一听声音，那边竟然真是失踪的毕达尔夫妇。在不久后，毕达尔夫妇就被送回了国。据他们讲，当时他们的车子正在路上正常行驶，大约是在晚上12点左右，一团雾状的东西包围他们，挡住了他们的视野。见此情况，毕达尔慌忙踩下了刹车，夫妇2人并失去了知觉。当他们再一次醒来时，已经是在墨西哥，于是他们便赶紧前往了阿根廷领事馆求救。在后来的事情里，大家也就知道了。事后有人质疑毕达尔夫妇在骗人，但我们上面说过，2地之间的距离最短的距离都有6000公里，也只有飞机能够在短时间内抵达。但不要忘了毕达尔夫妇的汽车，人能坐飞机过去，但总不能连汽车也直接运过去吧。最重要的是，阿根廷驻墨西哥的领事贝尔古里竟然说证实了这件事，说它是真的，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至于这件事的真假，网上有博主分析，这是一个喧宾夺主的典型案例。他表示这个故事和消失的吉米一样，都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。
由于博主分析内容太长，也没有联系到博主取得文章的授权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网上搜索一下。好了，我是叹为观止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